大家好，之前我们讲过了 INTJ 的特质和 INTJ 如何相处以及他的爱情观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讲解 INTJ 的职场表现和相处之道。那么他们在职场当中呢，常被贴上高冷、理性和不好接近的标签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理解 INTJ 的思维方式呢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职场当中最有远见也最讲逻辑的一类人。那我们再复习一遍它的这个核心特征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战略性思维，第二是独立、高标准，第三呢也就是理性表达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在一个项目会上，别人还在讨论怎么让客户开心，但是 INTJ 呢已经在想，我们整个商业逻辑是否可持续。他们倾向于从系统结构出发，而不是从情绪和人际层面出发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典型表现是什么？典型表现第一个是偏好效率，也就是他们不爱无意义的会议。第二个是沟通简洁。第三呢是抗拒模糊。他们喜欢明确的标准。那我举个例子，当同事们说呢，大概就这样吧，差不多了，那么 INTJ 脑子里呢，警报就开始响了。他说差不多什么意思？有没有量化呢？所以他们常被误解为吹毛求疵，其实呢只是追求高标准。常见的误区，第一个是他们不合群，大家以为是不合群其实呢，他们是这个社交能力是有限的。第二个是太高冷，只是没有必要寒暄，不要浪费能量。那么他们是不近人情，其实他们感情是有的，只是表达不同。那我举个例子， INTJ 的同事呢，可能不会安慰你说加油，但是他们呢会帮你重新梳理方案，让你少走3天的弯路，这就是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。第四个，我们来看一下相处的建议。我们做一下重点的总结吧。第一个是用逻辑沟通，他们不喜欢用情绪来施压。第二个是给他们空间，他们不喜欢频繁的打断。第三个是尊重他们的专业判断，可提供事实数据支撑讨论，也就是尊重专业上的尊重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汇报工作的时候呢，不要说我感觉这样会更好，可以换成我查了上周用户的数据， A 方案点击率高了15%。那么 INTJ 呢会立刻进入讨论状态，他们喜欢有数据有逻辑的对话。那我做一个总结其实呢 INTJ 它不是高冷，而是专注。他们不是难相处，而是希望一切更高效更合理。当你理解他们的逻辑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团队里最值得信赖的长期型的伙伴。好了，今天的讲座就讲完了。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问我。如果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可以给我 email 留言。谢谢。